他绝对是个大多数韩国男人都羡慕的对象，就连现任总。
共一样，韩强直亲手将王眼里的眼中刺肉中钉铲除，而作为其中一环的泰秀，没有了财阀岳父的靠山，就成了替罪羔羊。他被调离了中央检，只得到一句遥遥无期的过了风头再调回来的承诺，回到了家乡全罗道。而此时让他们所料不及的是，韩国的朝局动荡，仅仅当选1年的卢武铉就遭到了国会的弹劾，一时间风雨飘摇，人人自危。而斗日虽然在泰秀的庇护下，在监狱里过得衣食无忧，但他现在的处境也是凶险至极，一同被关押的手下全部都被以各种名义处决了。他能相信的只有泰秀一人，所以他把自己这些年敛到的秘密财富都交给了泰秀，让泰秀照顾一下他手下的兄弟们。但泰秀拿到钱财，为了给斗日保命，都物归了原主，交给了野狗帮的老大。昔日风光无两的检察官，现在只能终日在等待中颓废度日。他不知道自己能否东山再起，但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出卖韩强直。当特别调查组的女检察官私下调查他的时候，他像个疯子一样，用了最下流的手段逼退了检察官。야 마음에 안 들어? 좋았어.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却只换来了学长的冷眼相待。 진짜 눈치 없네, 씨발. 아, 나이가 몇이냐? 씨발 지방 총구석으로 쫓겨갔으면 대충 알아서 옷 벗든지 아니면 적당히 얌전하게 찌그러져 있지, 씨발. 就连斗日出狱的时候，泰秀自觉没有脸面去接他。斗日觉得是泰秀背信弃义，他带了手下的人找到了终日与酒为伴的泰秀。 태수야, 네가 나 이렇게 만들었냐? 그게 중요하냐 지금? 응? 정신 차려 이 개새끼야! 우리 끝났어 이 비용신 새끼야! 누가 이렇게 만들어도 그게 뭐가 중요해 이 새끼야! 뭐 알면 뭐 어쩔 건데? 뭐? 복수라도 할 거야? 泰秀的一番话让斗日久久不能回神，甚至忘记了今天是要来找他曾经最重要的朋友玉石俱焚的。而躲过一劫的泰秀，在回家的路上，不可置信地看到他期盼了不知多少日日夜夜的两个人，他们笑脸盈盈，亲切地问候着泰秀。 한잔하러 가자. 오랜만에 놀아야지. 仿佛一切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泰秀感激涕零，像往日一般和他们闲谈叙旧。但不知道的是，没有放弃报复的斗日已经不顾手下的阻拦，悄悄地跟随了上来。他在三人还在谈笑风生的时候，狠狠撞上了他们的车子，车辆不受控制地撞向了路边。幸运的是，车子没有被撞上引擎的部位，三人仅仅受到了轻伤。但让泰秀疑惑的是，韩强直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和学长转到了其他的医院，再无联系。 而痊愈后的泰秀在一次偶然的打击赌场时，抓到了斗日的部下，才了解到了当天的真实情况。 그럼도 당한 걸게. 그럼도 내가 그놈 지켜줘야지. 斗日在那天得到了韩强直要哄骗泰秀的消息。韩强直本来是要带他去野狗帮杀人灭口，成为野狗帮圈养的猛犬的盘中餐的。那天斗日不顾部下的阻拦，毅然决然地为了自己唯一的朋友，制造了那起万般无奈的事。他成功地转移了韩强直等人的视线，在几个月里一直被警察和黑帮通缉追捕。他在有一天说厌烦了躲躲藏藏的日子，反而亲自送上了门。双拳难敌四手，斗日最终在老大和韩强直的注视下应声倒地，被野狗撕咬拉扯，分尸殆尽。 泰秀最终失去了那个曾经说要保护他、嘴角上扬着的朋友，但针对他的行动并没有结束。他的混混父亲被抓了起来，这一次无疑又将是一场权力与性命的交易。只要泰秀辞去检察官的工作，父亲就能被释放。泰秀年轻时朝他认为对的方向开的一枪，最终打中了多年后的自己。他迎着海风，一口气喝下了一整瓶的烈性白酒，一头栽倒在地。他幻想着，如果当初自己没有释放那名体育老师，不跟随韩强直为虎作伥， 自己又将会是何种境地？但世上本就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而来了。泰秀被抢救了回来，而韩国21世纪最后一个男人的卢武铉也在这天以悲剧收场，坠崖而亡。在这场斗争中，卢武铉无力改变已经腐烂到根茎上的韩国。在举国人民悲痛哀悼时，也有人已经迫不及待欢庆鼓舞。 世道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独自作战而变天，但总有人要接过这个人的意志，哪怕泰秀已经失去了一切的财富、爱情、朋友。他用最后剩下的钱定制了和斗日一样笔挺的西装，买了豪车，租下了首尔如意岛相当不错的一间办公室。他找到了没能扳倒韩强直、已经被降职的女检察官，希望能够和他联手复仇。
还有自己已经是前妻的爱人。 식사 시간이지? 他甚至只能在便宜的快餐店请他共进晚餐，也没说出自己一句思念或是忘不了你。在出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复婚了。泰秀通过岳父的关系找到了在野党核心人士，他打算要参加竞选，去揭露检察厅的腐败问题。 세상을 바꾸고 싶어 하시는 것 같은데 정치 이거 세상 못 바꿉니다. 정치로 세상을 바꿀 생각은 없습니다. 그럼? 누군가 잡고 싶은 사람은 当他出现在电视上的那刻，这个现在已经晋升为检察长的男人再也坐不住了。这是泰秀第一次被韩强直用正式的眼光对待。 장인 쪽도 보니까 먼지 수두룩하대. 부모님 자제분들과 캐나다에 계시던데 외압 일반출 금액이 상당하더라고요. 他们手里都有对方的把柄，最终这场谈判注定不能以和平收场。而那颗审判的子弹，这次射向的将是不可一世、无可睥睨的韩检察长。他麾下的野狗帮在实名举报中被一锅端了。而作为在野党发言人的泰秀，用他在韩强之手下曾经学会的，要用热点去压制热点。一开口，直接把同时在开新闻发布会准备检举泰秀岳父的韩强直那边的记者全部抢到了他这边。 정치의 1번지 종로로 공천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기자들의 입에서 韩强之从未有过这样气急败坏，而那颗子弹最终让他应声倒地，大楼坍塌。泰秀成功地获得了党内竞选资格，他明白自己无非也是个骗子，也是权力争斗中的一条忠犬。至于他会不会当选，此刻已经似乎不那么重要了。